难道还有其他鬼魂被牵扯进来？现在沈心的弟弟死了，他身体里的那个鬼魂又去了哪？原本的思路被忽然出现的状况彻底打乱，只隐约意识到我似乎忽略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正打算把这情况告诉徐子恒，卧室门却开了。我爸从卧室里走出来，见到客厅里的我们几个，愣了一下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爸问。昨天晚上。我爸被那些人带走，恐怕也知道了一些状况，但这是复杂，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但好在我爸没追问昨晚的事，只是看向了沙发上擦头发的人。这位他是我朋友的弟弟。徐子恒脸长得显嫩，一头卷发，又染了颜色，看起来就比我小，这么说也不违和。我爸恍然，这是小新的弟弟。小新是？我一愣，不知道我爸在说什么。还是沈心反应快，把我挤到一边，开口：“是啊，叔叔，这是我弟弟。昨天庄雨忙，叫我送您回来，我家里没人，就叫我弟弟也过来了。”我爸点点头：“这么回事啊，那麻烦你们姐弟俩了。”我这才回神，原来我爸嘴里的小心指的是沈心。不过他什么时候跟我爸这么熟了？叔叔，您早上吃什么？要不把昨天晚上的粥热一下吧？不用麻烦你，叫那小子做饭就行。没事，热个粥又不麻烦。说着话，沈心已经进了厨房。我爸见状有点着急，用胳膊肘对了我一下：“去帮忙啊，别叫客人做饭。”我这才回神，开口解释：“不是，爸，咱没时间吃饭了，等会就得出门。”徐子恒说要带我去他师傅呢，既可以保障我爸的安全，又可以弄清楚我被换命要怎么解决。他说他师傅在的小区有房子空着，我跟我爸可以租下来常住，所以我们得在被人发现之前赶紧出发。但听我这么说，我爸却很意外。去哪？你们年轻人出去玩，我跟着干嘛？我艰难的解释，不是玩，是有点事要办，您得跟着走吧，咱爷俩先去收拾东西。我爸被我半推着进了卧室，依旧将信将疑。等门关上之后，才开口：“小雨，你跟爸说实话，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？”我动作一僵，没出声。却听我爸继续开口：“是因为我要做手术的事吧？”“没有，不是这个事。”“哎。”我爸叹了口气，声音沙哑：“你是不是欠了人家钱？”啊！我实在不知道我爸从哪得出了这个结论。“没有啊。”“别装了，爸都知道，昨天那些催债的人找过我。昨天的事，我爸都记得。”我心里咯噔一声，问：“那他们都做了什么？”我爸拧起眉心：“他们把我眼睛蒙上了，但反正就是装神弄鬼的，感觉精神不太正常，还说养什么乌龟，养乌龟。鬼养小鬼。”但我爸这么说，我反而松了口气。还好我爸只当那些人是神经病，没把他们的话当真。我索性将计就计，承认现在确实是在躲债，得先离开这个地方。这么一说，我爸虽然自责，觉得他的病给我惹了麻烦，但到底比告诉他我跟一个恶鬼签了名气要好得多。情况说清楚之后，再收拾行李就快多了。充电线、洗漱用品、几件换洗衣物。走到客厅，我想了想，把墙上的那个相框也摘下来，装进了背包里。薛姑娘虽然不用借助相框跟随，但这相框里说不定藏着线索，带上也好。等收拾好东西，沈心和徐子恒也准备就绪，我就掏出手机打车，却被沈心拦下了。“还打车干什么？坐我的车不就得了？你开车来的？你有车？”我跟徐子恒同时出声。下楼之后才发现他真有车，还是辆体积不小的越野车。沈心开车门，扶着我爸上了车，而徐子恒站在路边倒吸了口冷气，大气。我跟他对视一眼，在彼此眼里都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羡慕。怪不得沈心把跟对方同归于尽说得那么轻描淡写，原来天真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沈心转头见我俩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笑笑解释道：“因为那个的原因，能看到太多不想看的，所以我不太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，这些年都待在野外拍摄纪录片。上车吧。”上午10点钟，路上正是车少的时候。沈心照着导航开，反而距离室内越来越近。全程40分钟，
等到目的地附近的时候，周围已经都是住宅区了，便利店、菜市场、公车站，还有路边拄着拐棍晒太阳的老人家。这地方生活气息十足，实在不像个世外高人住的地方。沈鑫把车在路边停稳，怕找不到停车位，所以没敢往小区里开。沈鑫扶着我爸下车，徐子恒在后备箱搬行李。我赶紧凑过去问他：“你师傅就住在这种地方？我以为得有个道观什么的。”徐子恒摇头：“你不懂，这叫大隐隐于市。”说完，徐子恒带路往小区里面走，我们几个人在后面跟着。这小区老人居多，花坛绿化改成了菜地，2棵大树之间也架了绳子，晒着床单。才刚走到11号楼，徐子恒脚步还没停，沈鑫就出了声：“你师傅住这栋楼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”沈鑫认真解释：“因为很干净。”我爸接话：“是打扫的挺干净。”但我很清楚，沈鑫口中的干净跟我爸说的干净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他开了天眼，觉得干净是因为在这附近没看到鬼魂。徐子恒在我爸背后小声解释说，他师傅在这附近布了阵，很安全。4门602，因为楼层高，所以就叫沈鑫陪我爸在楼下休息。我跟徐子恒上楼见他师傅，但我俩走到他师傅家门口才发现，钥匙就挂在门把手上，旁边还贴了一张纸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师傅不在，可人不在家，哪有把钥匙挂门上的道理？徐子恒看完纸条，表情比我还茫然。师傅不在，但他说这件事是我命定的历练，所以不能插手。钥匙是3楼空房的，他已经租下来了，房东联系方式和合同都在楼下。还有，我追问还有什么？师傅说跟你换命的是这个人。说着话，徐子恒把那张纸递了过来，宣纸上写的是硬笔字，最底下是2行生辰8字，其中一行年月日是我的，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而另一行1995年9月29日0点17分。徐子恒侧身问我：“你身边有没有这个时间出生的人？”他表情凝重，认真解释：“其实普遍来看，借运、借势的状况层出不穷，但直接换命的却很少。一来步骤繁琐，难度极大，还容易被命主发现；另一方面，这办法也极为阴损，直接更换运势，只要原主活着1日，运势就会被源源不断的借走、打压。”我对上他的视线，拼命在记忆里搜寻相关信息。1995年出生，现在是26岁。根据年龄找人根本是大海捞针，但忽然间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：程飞今年刚好26，阻拦、跟踪、威胁他那些怪异举动也应该都有目的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由捏紧了手里那张纸条。徐子恒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，问：“你猜到是谁了？”我没答话，反问他：“换命的步骤一般都有哪些？”我不知道程飞出生的具体时间，而仅凭一个年份笃定换命的人是他，确实有些草率。但徐子恒说换命的步骤繁琐复杂，如果真是程飞的话，那肯定还会有别的证据。徐子恒看出我的目的，开口：“具体操作我也不清楚，但唯一能确定的，需要血液交融以及很长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来骗过天道，调换运势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换命的要求非常严苛，不光容易被命主察觉，还得换命2人血型一致。”徐子恒说完，我就沉默了，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。那大概是3年前，程飞出车祸，失血过多被送进了医院，医生打电话通知我说联系不上他的家属。我俩那时候还不算太熟，只是一块喝过几次酒。刚接到电话的时候还觉得奇怪，这种事怎么会联系我？但只当他刚从小平台跳槽过来，所以这边没朋友。也是因为那次，我俩彻底熟了起来。之后他房子的租约出现问题，出院了，也是在我家养病救急。徐子恒皱眉，打断了我的回忆：“你当时给他输血了？”“是啊。”我苦笑。当时知道我俩血型吻合，我还以为是凑巧，但现在回想，分明是刻意安排。我忽然想起一种可能，那如果在我没发现被换命的情况下，我的状况会对他有影响吗？有。徐子恒肯定的点头。
因为本质上运势还是你的，只是被人借走了而已。所以你的生活状况跟运势本身息息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我好好活着，对方才能继续借命，是吧？没错，那就对了。怪不得后来我的数据彻底凉透，玩得好的主播都淡了联系，只有他没疏远我，反而隔三差五叫我出去喝酒。现在看来，恐怕只是为了确认我的近况。至于鬼屋签约，他恐怕也不知道什么内情。劝我不要签约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是怕我被恶鬼缠身，会影响他的运势。可这样的话，也就说明成飞跟鬼屋直播其实并无关联。那陈喜的背后到底是谁？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见我半天没出声，徐子恒有点担心，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摇头，没事。不过被借命的话，有没有破解的办法？不管怎么样，总得先把我自己的运势抢回来。徐子恒表情纠结，师傅知道，可他现在不在。不过我可以问问师兄，看他有没有办法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跟我一起往楼下走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命抢回来。咱们先把叔叔安顿好，然后我马上就去找师兄。出了楼门，一眼就看到我爸跟沈鑫在树底下坐着，不知道在聊什么。等我俩走近，沈鑫才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但顾忌我爸在，不好解释，所以只是说，要是拿到了，先上楼。徐子恒是付租的房子，不算大，但也不小，2室1厅。估计是为了通风，所以灶台在阳台上，紧挨着厨房。我爸刚做完手术没多久，路走多了容易累，所以就去卧室休息了。徐子恒去请他师兄，而我则继续整理房间，沈鑫也跟着帮忙，导致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你休息吧，我来拖地。毕竟他是来给弟弟报仇的，哪能叫他跟着干活？没事，我这么长时间都居无定所的，忽然一收拾房间吧，还挺怀念的。我直了直腰，啧了一声：“你这叫什么爱好？”他笑笑，可能是想家了吧。那就回去看看呗。我也想回，但是现在没人欢迎我了。说完这话，他低头拖地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再之后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她是胎生天眼，从小就能见鬼，尤其年龄大一些，能开口说话之后，她就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。父母以为她精神状况不正常，几次冒出扔孩子的想法，还是找算命先生看过后，说她命格带福，会给家里带来好运，她父母才将信将疑把她留了下来。不过说起来也神奇，从她出生之后，她家里的生意确实蒸蒸日上，因为这个，父母对她的态度好了许多。沈龙，也就是他弟弟，是在他6岁那年出生的。沈鑫性格怪异，没什么朋友，父母对他也不亲切。除了当初的算命先生以外，就只有弟弟沈龙愿意跟他说话。因为怕他的自言自语会吓到客人，所以他的房间在阁楼，平时不许随便下来。只有沈龙会去敲门，问他在干什么，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把零食和玩具放在门口。沈鑫深吸了口气，隐隐带了哭腔。算命先生说，小龙就是因为经常跟我待在一起，命格才会越来越虚弱，不然也不会被那些人盯上，都是我害了他。如果不能给他报仇的话，那我活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在乎脚上的怨气，原来是觉得内疚。我把挡着他拖地的凳子挪到墙边，劝说：“你不能这么想，无论如何，你弟弟肯定都不希望你出事。”他放下拖把，扯出了个笑容：“嗨，别担心，我暂时还不会想不开。”可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他眼里的决绝却丝毫没减少。我总觉得不放心，还想再劝，但他已经背过身，拿起抹布擦桌子了。兜里的手机震动，我掏出来，发现是徐子恒的电话。喂，是我，小庄哥，我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了，你来6楼吧，我在这等你，顺便叫那个谁也过来，我想试试能不能给他处理入体的怨气。好，我们马上就来。3楼到6楼不远，爬楼梯没一会就到了。门半敞着，我伸手推开，屋内装修整洁明亮，略仿古。进门就是客厅，沙发、电视一应俱全，贴墙放着一套檀木材质的桌椅板凳。哥，你帮忙关一下门。
徐子恒的声音是从里面的房间传出来的。我把门关好，往里走。这间房是次卧大小，但里面没有床，地上是草编的蒲团，小的矮桌，桌上有一个香炉，正燃着香。墙上挂了几幅看不清落款的山水画，最里面的角落摆了2排红木色的书架。徐子恒换了道袍，卷毛用发圈扎起来束在脑后，露出了干干净净的额头，盘腿坐在蒲团上，抄着毛笔在纸上画符。场景一换，竟然也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意味。徐子恒头都没抬，就对我俩说：“坐吧。”沈鑫凑过去观察，问他：“你画什么呢？”“净化符，能救你命的东西。”沈鑫啧啧称奇：“你这一换上衣服，还挺像样的。”“那可不。”徐子恒挺直了腰板，但得意还没持续几秒，就被沈鑫接下来的话打断了：“就是你这黄毛，看着有点违和。”徐子恒攥着毛笔的手一紧，符差点画歪。眼看俩人又要吵起来，我赶紧调停，问：“子恒，你师兄没来吗？”“没，我刚才亲自去找人才发现师兄不在，而且竟然也跟师傅一样，给我留了张纸条。”他一张符画完，小心地抬起来，放到一边晾干，之后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张纸条递了过来，上面只写了一行字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筋骨血肉当奉还。”我看完却更懵了，筋骨血肉难道指的是我当初在医院输给程飞的那些血？可这要怎么归还？难道还把他抓起来放血吗？只能问徐子恒。他听了我的猜测，连连否认：“师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想提醒你，从换命之后，那个叫程飞的人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，叫你随身带着？换命是需要媒介的，到底是逆天而行，除了做法之外，还需要被换命人随身携带一样包含换命人血脉的信物，掩盖本迹。”有，随身携带、媒介这2个词加在一起，叫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件事。程飞从我那搬走的前一天，确实给了我个东西，是个香囊形状的钥匙扣。他说是粉丝送的平安符，随身带着能保平安。我当时还不信那些，只是因为确实缺个钥匙扣，没多想就拿来用了，而且也没怀疑过那玩意有什么不对。但现在亲眼看着徐子恒把那个钥匙扣剪开，并从填充棉里掏出了一个指节长短的透明玻璃瓶时，我还是控制不住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瓶子外面裹着黄符，把符纸拨开，能看到晃动的血红色液体。那是什么东西，不言而喻。而我竟然把那个玩意贴身带了2年。我压住恶心，问徐子恒接下来要怎么做，把这个瓶子还回去。他却摇头，那样不行，对方也不会接受的，得让他主动切断换命才行。你别急，我有其他办法。可我在追问什么办法时，他却只是摇了摇头，视线像在看我，又像是在透过我看别人。再之后，把那张黄符用香给引燃，烧成了一小撮灰。到这会儿，徐子恒刚刚写好的那张符也已经晾干了。那个，你把裤腿挽起来。看样子是打算给沈鑫驱除怨气，但他语气别扭，显然在记恨沈鑫刚刚管他叫黄毛。沈鑫扑哧笑了，还是逗他：“你这小孩怎么没礼貌呢？我比你大那么多，不应该叫姐姐吗？”徐子恒抿着唇准备材料，不作声。沈鑫觉得逗他好玩，也不生气，笑眯眯地卷起了裤脚，把腿伸了过去。昨天看到的那个掌印又扩大了一圈，乌青的黑气蔓延，一路爬到了他的小腿上，连膝盖都开始泛青。越仔细端详，越触目惊心。我下意识皱眉：“你不疼吗？”“有一点，但能忍。”沈鑫头也不抬，看着徐子恒往他腿上涂东西。“这是什么？怎么还有酒味？”徐子恒没回答，反而格外严肃地开口：“我之前没给人去过怨气，所以根本不熟练。要不是师傅和师兄赶不回来，我肯定不会亲自动手的。万一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显得格外紧张。沈鑫没等他说完就摆手：“没事，反正我都要死了，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把我治死了，我变成鬼之后也不会打扰你的。”其实徐子恒默了默，致死是不会致死的，只是有可能会残疾、跛脚什么的。没事，
我不在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沈鑫不在乎地说了半截，猛地瞪着徐子恒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开始了，你别乱动。不，我后悔了，我不治。徐子恒低头忙活，当没听见。小庄哥，你帮我按住他。我伸手把沈鑫张牙舞爪的胳膊摁住，之后跟他大眼瞪小眼。他急吼吼争辩：“你别按我呀，我这人孤寡命，死了还干净利落，要是瘸了没人照顾，那就真完蛋了。”一口气说完，连气都没喘。得了，他逗你呢。我无奈开口。徐子恒到底没憋住，咳嗽一声掩饰笑意：“老实点，别乱动。”沈鑫恨得牙痒痒：“你这小孩心眼真小。”说话间，徐子恒已经把符纸点燃了，朝着沈鑫腿上乌青的巴掌印凑近。有点疼，忍着哈。火苗靠近即燃，但在朱砂混酒覆盖下的皮肤却并没被波及，反而是涌动在皮肤下的乌青区域在缓缓缩小。沈鑫闷声忍着，满头大汗，下唇被咬出了血痕，猜也知道痛感肯定很强烈。我把手伸到他面前：“你可以捏我胳膊，别咬嘴。”他艰难地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，配合地攥住了我的手腕。过程不短，符纸上的火也一直没燃尽。徐子恒低声念咒，控制火苗大小，屋里不热，但他额头上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等终于结束的时候，沈鑫已经疼得晕了过去。徐子恒按灭火苗之后，才长出了一口气，直接坐在了地上。确认沈鑫只是劳累过度，需要休息之后，我赶紧凑过去看徐子恒：“你没事吧？”他摇头，嗓子哑得厉害：“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”之后我俩一起把沈鑫抬到客厅沙发上休息。之后徐子恒问我：“叔叔一个人在楼下？”“应该是。”我俩上楼的时候，我爸还在睡觉，所以没跟他说去哪。按理说应该早睡醒了，但也没给我打电话。我下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。给沈鑫留了张纸条，之后我俩就轻手轻脚下了楼。我掏钥匙开门，门刚推开，就刚好撞上了我爸的视线。他戴着老花镜，手里还拿着剪刀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“爸，你醒了，怎么没给我打电话？”我爸压下老花镜，扫了我一眼：“打什么电话？你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之后继续专心手上的动作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走近了才发现，他竟然在剪纸，还是用红纸比着一张照片。那张照片里赫然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，穿着白裙子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镜头。我心里一颤：“爸，你这照片是哪来的？”